年夜饭的餐桌上不知道吃什么，那么就来关注一下我家的菜谱。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鹏。今天阿鹏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一款家常美食——蒜蓉粉丝蒸带子。很多人将带子买回来后，不知道该怎样去处理和加工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阿鹏全程的教会你。这个是饭店的做法，但是在家里我们也可以轻松操作的。出锅以后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更加好吃。好了，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今天花了10块钱买了4个新鲜的大带子。很多人将带子买回来后，不知道该怎样去处理和加工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阿鹏手把手的都教会你。带子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新鲜的、活的。像这种没有开口的，我们先用剪刀把它剪出一个小口，然后再用菜刀沿着它的缝隙插进去，把带子给它切开、抛开，把中间的备注1分为2，然后再用手将带子给它掰开。就这样子，一个带子我们就可以做出2份带子了。接下来我们再将里面给它处理一下，把这个好像头发一样根须状的物质去掉不要。去掉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中间的位置是备注，而旁边的这些东西它是裙边来的。而最底下这些黑色的部分是它没有消化的海藻什么的。这个部分就好比生蚝里面也是有这个部分的，我们可以给它去掉，或者是不去，都是可以的。这个去不去的话，就看个人的喜欢了。接下来我们再将剩余的带子也同样的处理一下，先把它切开，然后再掰成2块，这样子我们一个带子就可以做出2份蒜蓉粉丝蒸带子了。我们将带子掰开以后，接下来再将带子进行继续的处理一下，把带子多余的一些贝壳给它用剪刀剪去不要。因为贝壳的边边它是比较锋利的，所以我们在修剪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尽可能的将贝壳给它修剪的圆滑一点。这样子的话可以防止在后续的拿取或者食用的过程中不小心的割到手或者嘴巴了。而且经过这样子的修剪过后，贝壳也更加美观，这也是很多饭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方法。我们将全部带子都修剪好之后，接着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我们直接用贝壳把带子连接备注的地方切断，这样子处理就非常方便了。接着我们还是同样的方法，把带子的备注给它一个个的都取下来。我们将带子肉口分离出来以后，下一步我们再把备注给它清洗一下。因为带子在修剪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碎掉的贝壳，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清洗一下，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全部的清理出来。另外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要尽量的给它多清洗几遍，这样子的话带子就清洗的特别干净的了。我们将带子清洗干净以后，接着先给它控干水分，捞出来备用。下一步我们再把贝壳也同样的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把上面的一些碎屑还有泥沙给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以后，我们将贝壳拿起来看一下，所有的贝壳都修剪的特别的圆滑，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在拿取或者食用过程中不小心的割到手或者嘴巴了。我们将带子全部的清洗干净以后，下一步准备一个大碗，再往里面添加2把龙口粉丝，先用清水先将其浸泡起来，先放开一旁备用。下一步我们来准备1小把大蒜，我们先把大蒜的根部切去不要，如果大蒜根部没有去掉的话，非常影响蒜蓉的质量。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将其给刀切成薄片。这蒜蓉酱如果平常比较爱吃的话，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多做一些就好了。做好以后放冰箱里面冷藏保存，是可以放很久的。片切好之后，我们再将其给刀切成姜末。这一步如果家里面有搅蒜器的话，那么直接用搅蒜器搅成蒜末就可以了。我们将蒜末全部的给刀切好以后，接着先给它装在小碗里面。下一步我们再把蒜末给它处理一下，用清水给它冲洗2到3遍，不需要清洗的太久的，只需要简单的冲洗一下就好了。经过简单的冲洗过后，可以去除大蒜过重的辛辣味，让做出来的蒜蓉酱它的味道会更加好吃。而且经过冲洗以后做出来的蒜蓉酱，它保存的时间更久，不会发绿变色。我们将蒜蓉简单的冲洗一下之后，接着沥干水分，然后先给它装起来备用。
下一步准备个小锅，添加少许的油，然后再把1/4的蒜蓉添加到锅里面，开小火给它慢慢的炸制一下。我们在炸制过程中用勺子给它不停的搅动，让蒜蓉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一定要注意全程开小火给它慢慢的炸制，把蒜蓉里面的水分慢慢的炸至变少。最后我们将其给它炸至微微的金黄色，然后再把剩余的蒜末也添加进来。这就是酒店里面经常用到的生熟蒜蓉酱了，也就是所谓的金银蒜。我们将其搅拌几下，把它搅拌均匀之后，接下来开始调味，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还有少许的鸡精，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蚝油，还有一点点的生抽，最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把调料给它搅拌至充分的化开。这个蒜蓉酱呀，平常不但可以蒸生蚝、蒸扇贝、蒸排骨或者蒸娃娃菜等等都是可以的。如果想要辣一点点的话，添加少许的小米辣进去就可以的了。接着我们先将其盛出来备用。下一步我们先把贝壳整齐的摆入盘中，然后在贝壳的上面再来上适量泡过的龙口粉丝。好了，下一步我们再把清洗干净的贝柱给它摆放在龙口粉丝的上面。最后我们在贝柱的上面再添加适量的蒜蓉酱。就这样子我们就处理好了。下一步我们开始先蒸制。水开上气以后，扣上盖子，开大火给它蒸大概4分钟左右，具体时间我们需要根据实际火候大小来把握调整一下。趁着这时候我们来准备些许的小葱，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切好以后再准备少许的红辣椒，先切成丝，最后再切成红椒米。改刀切好以后，将它和葱花放在一起备用。用大火给它蒸4分钟左右，蒸熟后将它取出，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紧接着再来上少许的热油呛香，把葱花激发出香味。最后我们在每个袋子上面再添加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少许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就这样子，一道酒店版的蒜蓉粉丝蒸袋子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如果您按照我这方法来操作，保证你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做出和饭店里面一样好吃的蒜蓉粉丝蒸袋子。这个视频呀，全程都是干货，大家需要的可以收藏起来，改天也试做一下。最主要的是，这个做法呀，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相信看完视频的你都已经是学会了。过年的时候露上一手，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的，而且请客吃饭也倍有面子。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